这样还没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的观众呢，请记得马上 search Alexa Daisy，然后按一个 follow，你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了。欢迎收看本期的 Like Side， 我是 Alex。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记得订阅、按赞，还有打开下面那个小铃铛哦。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啦。这样今天呢，我想带来的产品就是今年最受注目的那一个 Samsung Galaxy Fold 啦。这样在2019年这一个已经是全面屏很普遍的那一个年代嘞 ，Samsung Galaxy Fold 无疑是今年最受注目、最多那一个关注的那一个手机啦。当然是因为它象征着手机发展的未来的趋势啦，当然就是还有它这一个非常惊艳、技惊四座的这个折叠屏的技术。当然，这么新的一个技术，就是在他们第一个版本发货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点点的小插曲。我相信不用我怎样多讲，大家也是很记得的。像今天呢，我不会跟你讲它有什么规格啦，这一方面我就直接跳过了。这样我今天直接会跟你讲，我用它这一段时间做我的主力机，我对它的评价以及一些我使用上的心得这样子。我希望这个影片呢，就是能让那一些想买 Galaxy Fold 的人看到我这个影片之后，有做出一定的帮助跟一定的考量。这样当然呢，也没有多少个人会买啦，这样贵。这样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开始吧。这样其实 Galaxy Fold 作为我第一款折叠屏的主力机，不多不少带给了我全新的体验，是其他手机上暂时给不到我的。可想而知，这一个8388马币的手机，如果跟普通手机没有差的话，就说不过去了，对不对？在日常的操作来说嘞 ，Galaxy Fold 带来的屏幕体验无疑是顶级的。就拿我的那个手掌来说，我的手呢其实是比一般的男生手小很多的，可是对我来说，单手的握持感也不会说特别的困难，也不会显得特别的累，用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屏幕的切换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流畅，就如你所见的这样子无缝的切换。只是我发觉呢，就是还会有一些 App 还未支持这个无缝切换的，就是这个时候那个 App 的显示就会好像这样子显示错误了。不过总结来说也不是什么小问题啦。虽然这一块 Full HD 的小屏幕不尽人意，但是不至于让人家不满意啦。这一块屏幕的存在，就是让你把它当做日常屏幕使用的第二个选择，因为不是很多时候都非常方便使用那个主屏幕的。例如你在地铁里面啊，或者是在比较拥挤的地方，或者你只是想快速回复一个信息这样子罢了。虽然这个副屏幕就是解决了主屏幕非常多的不便之处，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4.6寸的屏幕太小了，往往打字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这样导致打错字的情况经常发生。像这个主屏幕的打字体验反而是有一点惊喜的哦。其实在这里真的可以看得出 Samsung 在用户的体验上是下足了一定的功夫的。这一个键盘的分隔方式的确帮助了打字的舒适度以及那个体验度，而且更大大的提高了那个准确度，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习惯啦。接下来呢，主屏幕的体验呢则是非常完美的，用这张大的屏幕去刷那个 Instagram 看 YouTube 也是很过瘾的。虽然目前来说还不能开启那个全屏的模式，但是总结来说，不管看什么都好，看到的内容的确更多了，加上这个屏幕硬件上的优势，看到的色彩也就更加丰富了。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屏幕折痕的东西，那这个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啦，就如你所见，就算在其他角度来看也不会显得特别的明显。至于那个解锁方面呢，我就有点真的是不爽啊，毕竟一个8388块的东西，你至少在这个两个屏幕分别都放下那个屏下指纹解锁吧，可是他们却选择把这个指纹解锁器安置在右边的那个按钮的下面，他们不是好像 S10 一样子把那个指纹解锁弄进去 Power Button 里面，这一个我是真的是很不爽了。虽然解锁速度都非常快，基本上解锁的时候也没有遇到过任何的失误，但是我一想到这个我就是很不爽就对了啊。其实今天要聊的那个相机体验呢，不是拍出来的照片有多好，不过还是给你们看看那一些照片的样张吧。有看惯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少聊照片的细节那一些丰富度的。那因为我承认我的确不是那个专家，不过肉眼能看得出来，拍出来的东西还是在那个顶级的旗舰水平的。8000多块的东西，如果还拍不到好看就死了。今天呢要聊的是它的镜头是怎样影响我的日常操作的，有时候真的搞不懂 Samsung 在想什么的咯。主屏幕有一堆镜头，然后副屏幕又有一个镜头，
虽然这个设计可以让2个屏幕同时进行的一个自拍的操作，但是买 Galaxy Fold 的人，我相信10个有9个都是希望能享受那个最顶级的那个屏幕体验，你却在那个主屏幕那边各有一个大块，然后就塞了几粒那个镜头罢了，这样子是说不过去咯。总结来说，这一块不对称的屏幕切割的确多多少少是影响了那个屏幕的观看体验啦，而这也是我目前最不喜欢 Galaxy Fold 的一个地方啦。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我觉得它附送那个手机保护壳啦，真的是完全保护不到那个手机的咯。除了那个手感真心值得称赞之外啦，也没有特别之处了。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壳真的是做到太薄了，没有完全保护到那个前置镜头，所以放在桌子的时候难免要进行一些特别的保护，因为它不是对称的。希望我说的这些问题啦 Samsung 可以之后在下一代做出明显的改善。在我还没有拿 Galaxy Fold 上手之前呢，我会觉得玩游戏的时候会很麻烦，意思就是可能会比较不好按这样子。可是拿上手的时候，我发现我错了啦，画质不用来说是顶级的，玩起游戏来也非常不错的，至少看到的内容更为清晰，更为的广阔。很多时候远方躲起来的敌人都能轻易看见啊，这简直就是免费的放大镜啊！这里特别讲下那个喇叭的部分，喇叭的位置呢放在这个左边的屏幕的上下边框啦，所以打游戏的时候要把主屏幕的前置镜头上下才不会挡着那个喇叭，导致影响了那个音响上的体验。这里呢就提续航力吧。Galaxy Fold 的电池容量是4380毫安，分别有2块电池在两边的屏幕，所以续航力基本来说1天的重度使用，或者是你要一直打排位也是妥妥的没问题的。虽然 Galaxy Fold 卖8000多块钱，可是还是有非常多需要小心的地方的。虽然第2版的 Galaxy Fold 在屏幕的缝隙里面加了一些软胶，可以更好的防止那些灰尘啊或者其他的物质进入手机的内部，但不代表它是防水的它还是一样不防水的。下雨的时候最好别玩手机哦。第二就是由于这个屏幕的材质不是使用玻璃来打造的，所以如果你大力用你的手指甲剁进去呢，就会对那个屏幕造成一定的伤害的。虽然 Samsung 有免费提供1年的这个屏幕损坏保险，但在这里我就不示范了，毕竟我没有这样有胆量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把屏幕关起来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太大力的话可能会刮花，甚至会敲碎那个主屏幕，这就让我很不爽了。给了这样多钱，竟然你还要我做这样多的小动作去保护这样东西。作为一款集手机与平板为一身的那一个手机呢，我对它的评价是正面是多过负面的。当我想进行简单或单手的操作的时候，我就会使用 Galaxy Fold 的副屏幕啦。可是当我想看到更多内容或者是作为娱乐的使用的时候，它的主屏幕毋庸置疑就是我的最佳的搭档啦。当然啦，目前对我来说，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耐用跟实用性啦。因为毕竟花了8000多块在这个手机上的用户们，也是希望它好用的同时间也是非常的耐用的，这样不然8000块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值得买啊。当然我相信如果 Samsung 能把这一个手机卖便宜一点点，大概卖6000多块的话，我相信它会有更多的人去入手，然后 Samsung 同时间也可以得到更多的那个意见与反馈，然后可以做出更好更快的改良。我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帮助到很多想要购买那个 Galaxy Fold 的人啊。当然这一段期间我真的是为了做好这个视频，我尽可能的去使用它，去用到它很极致，再把我自身的那一些心得跟想法放进来这个影片里面，所以这个影片可以讲是我的精华啦。而且一个全新的折叠屏的手机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我根本没有接触过，所以对我来说这次做这个影片也是非常大的挑战的。那如果你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是你想知道更多的，你不妨留言，我们一起讨论看看吧。这样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个影片见吧。对了我当然是没有忘记抽奖活动啦，我现在就公布那个得奖者名单吧。首先恭喜这个 Daniel Yam 获得那个小米的那个Mi Sport 蓝牙耳机，还有一个就是P桃啦，就是还会获得这一个小米出来了。请这两位朋友呢，就是透过我的 IG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这样子的话，我才可以有办法的把那个产品寄给你哦。这样今天的影片真的是到此为止啦，我们下个影片见吧，拜拜。